这把剑是明朝的镇国之宝，剑身上刻着一条金龙，该宝剑剑气锋利，5步之内能令人一命呜呼。此剑有着神奇的功效，命不硬的人沾惹此剑必遭天罚。但忠臣义士拿到此剑，凭着此剑的灵气可以脱生复魂，化险为夷。电影发生在明朝万历年间，镇国之宝金龙剑不翼而飞。该剑700年来始终深藏宫中，从未出鞘。历代君王视它为玉玺珍藏，消息很快在江湖上传开，许多野心之徒试图夺得宝剑，称霸武力。最强的一股势力就是玉面童子。玉面童子的手下全是奇人异士，个个武功高强，武器古怪，其中3煞和绝命4鬼一出，无人能活。宰相查到此剑被飞天雕虎刘天霸给偷走，最后此剑被一位老英雄给拿走了。玉面童子也得到了此消息，他派出3野郎君前去夺回此剑。3野郎君和老英雄相识，他让老英雄交出宝剑，不要逼他动手。老英雄不肯，3野郎君叫出了梅岗五怪要杀了他。梅岗五怪的武器个个奇形怪状，有拿铁环的，有拿金箔的，金箔还可以当暗器扔出来，但很快被打落了。3野郎君让他们用金蛇勾魂阵，只见他们手中的钩子扔向了老英雄，老英雄被他们给捆着了，无法动弹。老英雄倒地后挣脱开来，用钩子将他们给反杀。3野郎君只好亲自动手，在打的过程中，他用出了5毒梅花镖，将老英雄打出重伤。这时老英雄的女儿小芬和徒弟赶了过来，3野郎君赶紧逃走，他们要追出去的时候，老英雄拦住了他们。他从棍子中取出真龙剑，让他们送到京城。接着他用自己的血写了一封信，让女儿交给宰相。说完，老英雄就走了。3野郎君见到玉面童子后，告诉了他金龙宝剑在老英雄女儿的手中。小芬和师哥来到一家客栈后，玉面童子的人也杀到了。俩人边打边跑，但敌人穷追不舍，师哥让小芬先走，自己留下来阻拦他们。最后他们逃进了一家寺庙中，此地是他大师伯的地盘。他请求大师伯出山救自己的师妹。大师伯告诉他了玉面童子的可怕之处。玉面童子练成了3级童子功，此功有金刚不坏的能力，刀枪不入，无坚不摧。他现在有130岁，却看着十分年轻。大师伯自知自己不是他的对手，不愿前去，但弟子却执意出手相助。玉面童子对手下没抓到小芬感到很生气，他只好派出3煞和绝命4鬼。小芬在路上救了一位女子，结果却掉进了玉面童子的圈套。他睡觉的时候，人煞将手变长，要偷取宝剑。小芬突然被惊醒，和他们打了起来。小芬的武器可以变成5把飞刃当暗器使用。3煞果然名不虚传，用嘴接住了暗器。小芬赶紧逃走，路中又遇到了绝命4鬼。小芬和他们打了一会儿后，他想起了父亲的话，非不得已不要动刀剑。他只能再次逃走，但是迷路了。他询问一个老伯有没有近路去洛阳，老伯让他去前面乘船走水路，结果进了贼船。玉面童子也在船上，玉面童子不想杀他，让他交出宝剑。小芬就是不交，和他们打了起来。他拿出武器扔向了玉面童子，玉面童子用扇子给收走了，接着扇子放出火毒，将小芬给毁容了。小芬跳到了河中逃走，竟沉到了河底。金龙剑显威，脱生复魂，小芬脸上伤疤消失，重新活了过来，但却被玉面童子的手下认出。他赶紧禀告给了玉面童子，玉面童子带人将他给围住了。这时大师伯的弟子也带人杀到，和玉面童子一行人打了起来。玉面童子不顾手下人的死活，只要小芬身上的神剑。弟子消灭掉3煞后，他让小芬先走，自己和玉面童子打了起来。但玉面童子刀枪不入，他们实力悬殊，很快就把弟子们给杀了。这时大师伯出现，叫了玉面童子一声师兄。原来俩人是师兄弟关系。大师伯为了让玉面童子放弃金龙剑，愿意把自己的武器龙尾杖给他。但玉面童子为了寻找金龙剑，费了不少功夫，俩人对战了起来。大师伯还是被玉面童子给打败了，毕竟俩人是同门师弟，
玉面童子没有杀他，直接飞走了。玉面童子到了京城后，看到将军在比武招亲，他打算老牛吃嫩草。玉面童子顺利进入了决赛，打败了所有竞争者，将军女儿也喜欢上了他。半夜的时候，玉面童子发现了小芬，小芬赶紧逃到了将军府。玉面童子追了上去，小芬问他：“你真的要赶尽杀绝吗？”玉面童子执意让他交出宝剑，小芬瞬间消失不见。他对玉面童子说自己不会放过他的。小芬带着金龙剑来到了宰相府，要给宰相一件东西。宰相看到了血书，血书上写着：“宝剑还皇家，任重道远，重死勿弃剑，忠孝两全。”宰相看完，赶紧问他宝剑呢？小芬将宝剑递给了他。宰相打开后，看到宝剑上刻着金龙，确认了这就是金龙宝剑。小芬让宰相一定要呈现给皇上，宰相让他明天和自己一起去见皇上。小芬答应了下来，但他现在还有一件重要的事没有完成，要先出去一趟。宰相看到了小芬的灵魂，知道他为了这把宝剑已经牺牲了。玉面童子这边接将军女儿出去，俩人到达一家客栈后，玉面童子向他表达了自己的爱意。将军女儿这下害羞了，罚他喝了3杯酒。玉面童子趁着酒劲儿给将军女儿说了金龙宝剑的事。将军女儿听到后，要去父亲面前给他说好话，来提拔玉面童子。这正中了玉面童子的下怀，他权力也要，美人也要。他将所有人给骂走，准备办正事儿。将军女儿不答应，玉面童子却说：“我们迟早都是夫妻，你怕什么？”半推半就下，将军女儿还是答应了他，但他要先去换一件衣服。但玉面童子还是等不及扑了上去，但将军女儿一扭头，竟变成小芬的样子，把玉面童子给吓得不轻，仓皇逃窜。但一会儿将军女儿又恢复了原样，她告诉玉面童子：“你喝醉了。”但玉面童子扶她起来后，又变成了小芬的样子。原来将军女儿是小芬变的，目的就是来找玉面童子。最后玉面童子被吓得童子功破体，直接老死了。晚上的时候，师哥找到将军府要见小芬。师哥对小芬表达爱意，决定和她退出江湖，去过隐居的生活。小芬伤心了起来，她不敢告诉师哥自己已经死了的消息。她拥抱了一下师哥，让师哥以后学着一人过日子。第二天早上，小芬见到了皇上，皇上很感谢她来送剑，要赐她黄金万两。小芬不要，她只想离去。宰相也替她说话，要让她离去。小芬谢恩的时候，灵魂出窍，然后飞上了天。宰相也对皇上说出了真相，并且请皇上降旨赐福，以酬忠魂。皇帝最后封小芬为忠孝剑女，承受万民膜拜。《剑女幽魂》是一部老电影了，由郭南红导演，景丽、陈鸿烈主演，邵氏兄弟公司于1971年出品的电影作品，讲述的就是老英雄的女儿小芬护送金龙宝剑，但被玉面童子所杀。金龙宝剑将她的灵魂保存，让她完成心愿后再死，最后成了一位神仙的故事。电影刚开始还挺有武侠的风格的，玉面童子的手下也是稀奇古怪，梅岗五怪、三煞、绝命五鬼，听着挺厉害的，但是战斗力却根本不行。到后面却变成了鬼片，小芬被杀后复活，变成将军女儿吓死玉面童子。玉面童子怎么说也是练过100年的武功，怎么会被一个女鬼给吓死呢？这结局真是太草率了。我以为的结局是他会拿着金龙宝剑和玉面童子打一场，然后将他给灭掉，没想到会是这种奇葩的结局。看了邵氏那么多电影，很少看到烂片，这一部是真的烂。好了，今天的武器介绍就到这里了，想了解更多记得关注加1哦。阿斗说篇天天见，明天我们不见不散。